Hello， 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我上一支影片有教大家一些 iPhone 省电的小技巧，那里面其中一个步骤就是使用一个我常常使用的一个捷径。那这个捷径我先前已经设定在我旧的 iPhone 非常多年。很多人说我在介绍捷径步骤的时候没有讲得太清楚啊，他们在设定的时候会有一些错误，所以那我今天就特别拍一支来介绍当初这个省电自动化是怎么设定的。那其实它的步骤非常简单，你不用担心，我就尽量做得慢一点，让你一步步可以 follow。OK。好，那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OK， 那要做这个步骤前，首先你要先到设定这边，你要选择辅助使用这个地方，然后进去到显示与文字大小。滑到最下面，然后看到这个降低白点值的地方，那这边你就先开启。那这个开启，你等一下会把它关掉，可就是先让你可以设定这个百分比。那我本来就是设定在80%，那如果你想要萤幕再暗一点的话，你就可以再把它调高一点。那我觉得大概70几到80，它的效果比较明显一点啦。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它可以降低白点值，它就可以让你萤幕不会那么亮。这种情况下，它就可以借由这个方式去省电。我们就先预设把它在80这边，那等一下在做设定的时候调整的话，你也可以很清楚看到它的切换。那这边设定完之后，你就可以把它关掉了，可以不用担心。等一下我们在做捷径的时候，它会自动开启这个部分。那我们就到捷径这边。好，那这边我先前有一个预设好的这两个，那我们就先把它删掉，然后可以一步步带你们来做。记得在下面这边选自动化 ，OK， 这边有我的捷径自动化跟捷径资料库，你就到自动化这边，然后按加号 ，OK， 那这边你就选择制作个人自动化操作。OK， 那这边你就滑到最下面，你就可以看到低耗电模式。那这边当然也有什么连接充电器啊，或是电池电量，这个就可以看你自己的需求再去做调整。好，我们等一下也来玩一下好了。OK， 那我们就先做好这个低耗电模式。那低耗电模式你这边就可以设定已开启的时候。好，那下一步加入动作，然后这边你就选 App， 然后再到这边选设定。那这边我们就先选降低白点值好了。记得这边开启白点值 ，OK， 这边再按加号，再加入减少动态效果，确定这边是开启，再按加号，然后这边设定减少透明度，记得这3个都是开启哦，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它开启低耗电模式的时候要开启这一些功能，然后进而这样去省电。OK， 按下一步，那这边执行前先询问的地方就可以先关掉。确定不询问，然后按完成。OK， 那这样第一个步骤就已经完成了。OK，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关闭低耗电模式的时候，它会把这些设定都关闭起来。一样制作个人化操作，滑到下面也是一样选低耗电模式哦。OK， 那这边就选择已关闭这边，然后也记得把已开启这个勾勾把它取消掉，然后按下一步。这边加入动作我们就一样选 App， 然后再到设定。然后也是一样，先从白点值，我这边记得把它改为关闭。我这边再选减少动态效果，记得这边设定是关闭哦，因为它有时候预设会不太一样，所以要记得看清楚，不然会没有办法启动。那这边减少透明度 ，OK， 看这边又预设开启，就把它关掉，然后再到下一步，然后这边执行前先询问，这边也是先把它关掉，完成。好，那我们这边就来做个测试，你这边看到它的过场动画。OK， 然后还有这样要开多工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这些动画。OK， 那我这边就来低耗电模式开启，能看到萤幕马上就变暗了，然后可以看到在这些过场动画都已经消失了，都没有了。好，那我们确定把它关掉的时候，它也会启动那个自动化，关掉。OK， 萤幕都回来了，过场动画也回来了。那我们再来回到捷径这边，那我们刚刚有看到，在除了低耗电模式之外，它也有其他的选择。那如果你不想要自己手动去这样开启关闭的话，其实也有别的方式。这边一样是上面加号，然后选择制作个人自动化操作。这边可以选择，比如说电池电量或者是充电器。比如说你在开启这个自动化是为了要省电嘛，那你可能回到家，你已经有办法连接上电源的话，你想用接上充电器的时候。那以连接充电器的时候，然后选择下一步，然后一样加入这些动作，选择 App 设定白点值关闭，
设定减少动态效果，确定是关闭。设定减少透明度，确定是关闭。好，下一步，然后执行前先询问，这个把它取消掉。好，完成。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来设定说，如果当你有时候在外面，你为了省电开启这个低耗电模式，还有其他省电的捷径的时候，在你回到家插上电源的时候，它就可以自动把背后这些省电的设定都关闭起来。OK， 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吧。开启低耗电模式，萤幕变暗，插电一下。你看它就自动，萤幕又变亮，然后其他背后的自动化也自动关闭了。OK， 好，那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啊。我觉得这些设定应该可以帮助你省掉不少时间，让一些省电的设定都可以自己在背后自动化完成。好，那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一些人。那抱歉上支影片没有讲清楚。好，那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那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